你一直在努力变瘦，却很少弄懂你的代谢在背后做了什么。这一期视频我来跟大家探讨科学减肥的路线图。这个题目内容很大，大概分成了6个部分。有很多新同学看到我块头这么大，坐在这个地方讲科学减肥，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我先跟新同学们做个说明。第一，我母亲告诉我，我出生的时候11斤重，就是一个巨婴，从小就肥胖。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瘦过。到了42岁的那个时候，我的体重达到了280斤啊，全身都是病啊。所以我当时用了最传统的减肥方式，就是少吃多运动。我花了2年半的时间，当时减掉了100斤的体重啊。各位，你们要了解啊，用控制热量、加大运动的方式减100斤的体重，不是容易做得到的。最后的结果是我的健康情况比我减肥之前更加的不好了，运动不能持续了，慢慢的饮食方面也就不再那么坚持了。在后面的15年的时间里面，没有一天我都没有在想说我应该怎么样回来再继续做我原来做的事，但是受限于我的健康情况，这是第一。第二，受限于我已经不再相信我第一次用的方法是正确的了。各位，我再强调一次，我不再相信我第一次用的方法是正确的了。把热量管好，管住嘴，迈开腿。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彻底对这个理论感到失望了。我在后面的15年的时间里面，健康情况不断的恶化，但是呢，我毫无对策。直到我59岁的这一年，读到了一些新的科学知识，学到了一些新的理论，然后我开始学习我们的身体跟胰岛素之间的关系。我在60岁的那一年，没有利用半分钱的热量理论。在日常饮食当中，从来不刻意的去减低热量的状态下，在1年半的时间里面，唯一的运动就是散步。各位，那时候我60岁了，我健康情况非常不好了。在这样的状态底下，1年半，我很幸运的又减掉了100斤的体重。你现在看到的我的状态，就是当时我第2次减完100斤以后体重的状态。在整个改变饮食、改变体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健康情况一天比一天好。我的感觉是自己越来越年轻，精力越来越旺盛，原本困扰我的各种各样的慢性病都在改变，直到今天你们看到的我现在的状态。目前我已经68岁，过了一半了。我目前身上的肌肉量很大，因为我做重量训练已经做了4年了。我在维持我身体的肌肉量，或者在继续增加我身体的肌肉量。我跟我的健身教练在一起研究我目前身体的体脂率，大约在24%到25%之间。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题目跟我自己本身的经历无关。我前面解释了我本身的经历呢，是给一些有疑问的同学听。如果我的样貌不值得你学习，欢迎你们离开。但是呢，离开了以后，你会损失了非常非常精彩的内容。科学减肥的路线图啊，一共分成了6个部分。这6个部分里面有讨论到我们对整个减肥理论、减肥观念认知的错误，我们对饥饿观念的错误。我也会跟各位讨论到我们每一个人减肥的底线在哪里。每个人都知道有平台期的。什么叫平台期？有的人可以把体脂率减到12%，有的人把体脂率减到了18%。无论如何他再努力，他就下不去了。这个底线是如何形成的？它的科学解释究竟是什么？还有没有可能再做一些突破？我会跟各位分享所有这些完整的内容。现在我们从第一个部分开始说起了，就是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很喜欢探讨的一个问题，叫做基础代谢。我们对基础代谢的认识本质上其实有一些错误。首先，科学给我们的解释，什么叫基础代谢？基础代谢讲的是一个人在一天24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不吃不喝不动，静止状态的时候，他身体要消耗多少能量，这个能量叫做他的基础代谢。所以张三有张三的基础代谢，李四有李四的基础代谢，每一个人的基础代谢都不一样。首先要了解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可能很精准的测算得出来你的基础代谢究竟是多少？没有，可以大概的评估一下，可是这个评估的误差空间非常大。但是有很多人喜欢把自己的基础代谢找出来，然后根据这个基础代谢做他减肥的指导方针呢。整个逻辑的背后其实都还是直基于热量理论的基础。基础理论之所以被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就是因为它简单容易懂，简单不代表它正确啊。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去用任何软件去计算你的基础代谢的话，它要你输入的第一个信息就是你的身高跟体重。因为身高跟体重决定了你的消耗量的，体重越重的人消耗量就越大，体重越低的人消耗量就越少。所以理论上来说，体重越重的人基础代谢就越高，
可是你们仔细去看，体重越重的人就越胖，那么难道就是越胖的人基础代谢就越高吗？所以胖子基础代谢比瘦子高，那么他就自动就会燃脂了。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基础代谢这个概念仅仅是告诉你维持你身体最基本的这个功能生存需求你身体消耗多少能量。往往大家把基础代谢高与基础代谢低当作效率高还是效率低，意思是说你认为你把你的基础代谢提高了以后，你身体燃烧脂肪的效率就高了，你的基础代谢低了以后，你身体燃烧脂肪的效率就低了。各位，这是不正确的。代谢高只能够说明你身体能量周转的比较快，不代表能量利用的效率高。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部分的内容了，我们要讨论细胞的健康和细胞能量利用的效率。我们身体是细胞组成的，各位知道每一个人身体的细胞一天24个小时都对能量有恒定的需求的。我们细胞里面真正给我们身体提供能量的东西叫做线粒体。线粒体在细胞里面，它燃烧葡萄糖，它可以燃烧酮体，它可以燃烧脂肪，然后呢，把这些所谓的能量的底物就是原材料了，转化成能量。能量中文名字叫3磷酸腺苷，英文简称 ATP。所以我们一举手一投足，我们在跑步，我们在呼吸，我们在讲话，我们身体细胞所燃烧的能量基本上就是 ATP， 就是线粒体制造出来的。一个健康的细胞跟一个不健康的细胞，它们对能量的需求一不一样。各位你就仔细的来想一想，一部保养良好的汽车跟一部保养不良好的汽车，它们两个的耗油量也不一样，两个耗油量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个细胞本身很干净很健康，它里面没有很多的废弃物，这个细胞本身它的炎症很低，它没有什么氧化应激，它可以是一个工作效率很高的细胞。在这种工作效率高的细胞的状态下，它对能量的需求是下降的，它不需要很多能量的。如果这个细胞本身不健康，它本身自带的慢性炎症，它本身有氧化应激，甚至于有很多我们细胞里面代谢的废弃物，细胞本身的工作效率下降了，它对能量的需求会大幅度的提高的。那意思就是说，一个不健康的细胞，它对能量的浪费很大，不代表你的基础代谢很高但是你身体需要消耗很多的能量，在消耗很多能量的过程当中，你的身体还不断的在储存能量，所以往往你会看到代谢健康不好的人，他精神不好，他整天叫没有精力，他也不愿意运动，然后呢转头过去呢，他越来越胖。越来越胖的意思就是你身体在这种状态下在帮你储存越来越多的能量，可是各位同时储存下的能量你调动不出来，而你的细胞呢是在消耗很多能量的状态下工作，效率很低，很浪费。但是呢你越吃越多，你吃进去的能量并没有很有效率的被你的细胞利用，你的细胞这一头在浪费能量，你的身体另外一头在储存更多的能量。所以在一个不健康的环境里面，你的体重会不健康的越来越胖。所以对于一些基本的理论来说，因为你体重变重了，所以你的基础代谢提高了，对你的减肥有没有贡献，对你的减肥有没有帮助，一点都没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健康的细胞它能量利用的效率很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高效能量利用。高效能量利用这个名词指的就是这个细胞如果越干净，这个细胞如果越健康，越没有炎症，越没有应激，它对能量本身的需求其实是越低的，因为它工作效率非常高。那在这样的状态下面，我们就会走进一个误区，会认为说，那这样的结果岂不是对减肥不利吗？因为细胞健康了，它对能量的需求少了，这样的状态是不是就代表我们的基础代谢下降呢？相反的，不是的。当你的细胞对能量利用的效率很高很高的时候，代表你的代谢状态是非常好的，渐渐的你的细胞的代谢灵活度开始提高了，你的细胞对能量的利用效率开始提高了，它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健康。这个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细胞在燃烧能量的时候所使用的底物，底物就是原材料了。我们细胞线粒体可以燃烧的底物，葡萄糖、脂肪酸和酮体，在一个高效能量利用的细胞环境里面，我们的身体在这3种能量之间，它可以非常灵活的相互切换的。我们身体里面储存了很多很多的能量，是很容易的、很有效率的抓取身体里面储存的能量出来用的。那我们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要往科学减肥的路径图的下一步去探讨了，饥饿感和减肥的关系了。有很多人在讲课的时候都跟大家说，饿肚子是减肥最好的办法。当你感觉到明显饥饿感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在燃烧脂肪了。我跟各位说，刚刚好相反当你有很明显的饥饿感，当你饿的觉得都快受不了的时候，
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身体调动体脂肪调动不出来。如果你的体脂肪真的调动出来了，你就没有饥饿感了，你的饥饿感就下降了。你的饥饿感之所以明显，是因为你的细胞没有足够的能量，你的细胞缺能量了，所以我们的细胞会给我们的身体不断的发送饥饿的信号，大量的饥饿素被制造出来，到达我们的脑部，我们就会有强烈的饥饿感。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的细胞得不到能量。那你的体脂肪在哪里？你细胞明明缺能量，为什么体脂肪不出来？因为你的代谢灵活度低啊，你的代谢灵活度僵化了，你调动不出来你的体脂肪了。所以真正饿肚子减肥啊，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你的体重下降，而且降得很快的时候，除了头2-3公斤是水分以后，你再看到迅速的体重下降，大多数都是因为你的身体在分解你的肌肉，透过糖医生转变成葡萄糖给你的身体供能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把代谢灵活度恢复好了的人，我们的细胞是可以很轻易的在葡萄糖、脂肪和酮体之间灵活切换的。当然，我们吃了食物之后，我们身体第一优先会去燃烧我们吃进去的热量，把它们燃烧完了以后，如果你没有继续进食，有代谢灵活度的人，在体内现成可利用的葡萄糖用完了之后，它就会很灵活的切换过去，开始燃烧脂肪。我们身体会制造酮体，酮体又可以被我们的细胞拿去燃烧。所以有代谢灵活度的人呢，我们身体可以在这几种不同的能量之间，细胞啊可以灵活的切换。那么我一直在不断的讲灵活的切换，我想要跟各位指出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身体里面储存的能量是可以很容易被调动出来的。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就是我们的胰岛素。因为如果说你的胰岛素长期都在高位的话，你的身体没有办法在用完葡萄糖之后灵活的切换过去燃烧脂肪，身体做不到，因为胰岛素阻碍了身体燃烧脂肪的通道了。那么有代谢灵活度的人呢，胰岛素都在低位的。我们透过饮食的调整，我们在饮食里面尽可能的减少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各位请听清楚，我们没有在说我们不吃碳水化合物，请各位不要过度的衍生。当我们把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控制到比较低的时候，我们身体制造胰岛素的量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降下来的。当你的胰岛素降到一个比较低比较平稳的水平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代谢灵活度就渐渐的恢复了。你要知道，当你的代谢灵活度开始恢复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饥饿感明显的下降了，你基本上都不觉得有什么饥饿感。那各位，这个最底层的变化是什么呢？说明在这段时间里面，你的细胞啊开始不缺能量了，它对于饥饿的信号就开始慢慢减弱了。你说我几个钟头没有吃东西了，我已经半天没有吃东西了，我还没有饥饿感，细胞为什么不缺能量呢？各位，灵活切换过来燃烧脂肪了，把你吃进去的脂肪燃烧完了以后，继续燃烧你身体里面的体脂肪啊。各位，饥饿是一种感觉啊，如果你感觉到你明显的饥饿，明确的就在告诉你，你的细胞缺能量了。细胞缺能量在任何情况底下都是不健康的。我们的细胞一天24个小时都需要能量才能够正常工作的。所以各位，利用饥饿这件事情来减肥、减脂肪，其实一方面它危害我们的健康的，另外一方面它不会有效果的。但是你可能会跟我说，不是啊，老师，我上一次这么做的时候减了不少体重啊。你仔细去看一看，你减掉的究竟是什么？减掉的到底是肌肉，还是减掉的到底是脂肪？这一期的视频呢，我们就做到这里。下一期的内容，我们会开始讨论真正科学减肥的逻辑是什么。我们来探讨减肥的底线究竟在什么地方，而这种底线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正确的、科学的去突破。我们下一期视频见。